係咁，網友呢條片係講乜呢？嗱，我有一次就係翻轉頭講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美國點樣由孤立走出嚟，咁結果呢就係大量去援助啲盟國嚇，呢個就係咁結果呢，其實美國得益嘅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國嘅經濟呢就飛躍進展嘅。咁就係今次係講乜嘢呢？亦都係講歷史嘅嘢。我係想 learnedly 將關稅呢個問題咧講俾大家聽。我係非常之驚訝，即係除咗我之外咧，冇乜人做呢啲嘢嘅喎，奇怪。起碼喺中文網站，我未曾見過有人講呢啲嘢。咁呢個就係收睇我嘅片嘅好處，就我永遠都係意圖拉寬大家嘅視覺。咁呢啲嘢呢係喺我嘅常識入邊，但係呢為咗提供俾大家呢，我就即刻做好多 research。咁而家呢我就真係做啲 deep research 好快，攞到好準確嘅數據同埋圖表嚇，等大家清楚個 situation。但係要咁做呢，其實呢，你本身要自己識嗰個嘢先得嘅，喺你嘅知識範圍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唔會諗到去做。好啦，嗱，金秀賢都推薦呢隻我叫做 Rolls Royce 嘅 NMN， 食 MNN 呢就要食呢隻啦。佢係含有我解釋俾你聽，呢隻呢點解叫 Rolls Royce 呢？第一，金秀賢推薦 Farm Bio 大廠。第二，佢係含有，佢咧就係每粒含有400 mg 嘅。呢一個發明 NMN 嗰個人咧，佢就話要食1000 mg 一日㗎，咁所以食400 mg，for 好多人。如果你食咗之後唔覺得補個頭嘅話，你可以試下食400 mg 先。咁佢呢隻嘢嘅好處咧就有呢3樣嘢 ：NMN、白藜蘆醇同埋 TMG 加埋晒，咁就特別有功效嘅。尤其是 NMN 同 TMG 加埋，你先可以吸收得更多嘅，吸收多1.6倍嘅。而佢嘅高純度係99.92嚇，99.92%，呢個係高科技嚟嘅。咁樣一盒2罐，食4個月嘅，大家放心。所以咧唔係貴喎，3688蚊。而家係點呢？而家咧就係第一件9折，第二件7折，即係平均8折。你買2盒咁咪8折咯，即係2800幾蚊啫喎。係食4個月嘅，愛嚟孝敬爸爸媽媽咧就非常之好啦。年紀大嗰啲咧係好似我呢啲咧就要食400 mg 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先至講得太遠冇意思。我哋由19世紀開始講，其實咧以前咧係冇既定嘅政策嘅。喺到咗19世紀跟住咧，全世界行金本位，各國匯率固定，於是個貿易大幅度增加。以前咧就即係世界上嘅一體化咧，其實經過幾次嘅。最早嘅環球一體化係你估係乜嘢咧？就係呢個絲綢之路。咁遠貿易嘅，首先值得貿易嘅係絲綢。後來就乜嘢咧？後來就全部係中國同埋東南亞引導嘅。東南亞同印度甚至中東嘅香料輸去歐洲。然後咧就中國嘅絲同埋瓷器同埋茶經過水路、海路送去歐洲，咁呢個就世界上最大嘅貿易啦。呢個其實就最，而西洋後來咧就更有啲西洋嘅機械產品輸嚟東南亞啦。呢個就係東亞啦。好啦，我哋講緊咧，講得太早冇意義啊。我哋講緊工業革命嚇。英國1846年廢除谷物法，自由貿易，進口商品大多數零關稅。嗱，首先我嘅經濟學嘅精神偶像呢個佛里文
最尊重嘅地方就係香港。香港就由頭到尾都零關稅。香港嘅經濟結果發展咧係好犀利，除咗近10年、20年內咧，就係俾新加坡追過咧。香港喺整個亞洲係遙遙領前嘅嚇。香港咪零關稅俾你睇咯，唔追關稅。零關稅係對個經濟最有利嘅。好啦，英國先行自由貿易，美國到19世紀嗰陣時咧，佢就行高關稅嘅。1861年至1933年，美國製成品嘅平均關稅50%。嗱，我解釋俾你聽，其中咧就而家 Donald Trump 好推崇嗰個麥克利，喺1890年推行麥克利法案，就係45%關稅。1890年，後來呢個人做咗總統，呢個就係佢係當時全世界最高嘅關稅之列。其實美國做緊乜嘢呢？美國咧就做緊而家落嗰啲發展中國家做緊嘅嘢，用高關稅嚟到保護佢啲工業，逼歐洲啲工業咧就搬去美國。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想做呢樣嘢，佢整咗個高關稅，於是咧嗰啲工廠咧就走去呢一個美國大量生產，佢就追英國，就一路咧就盜竊英國嘅知識產權，抄英國啲嘢咯。呢個就係，但係咧 Donald Trump 唔記得咗一樣嘢係乜嘢咧？就係美國當時嘅人工咧係遠遠平過英國嘅。美國係經濟落後地區，而且每年有好多移民、非法移民、合法非法移民湧入美國，人口非常充沛。美國一路擴張緊，一路向西部擴張，所以嗱我都話，喺嗰啲發展中國家咧，你要追人哋工業，唔好一下俾人哋掟啲貨掟死咗嚟咧。你係可以有個保護性關稅，就叫做進口替代。本來入口嘅你就變咗自己做，但係咧你要慢慢你自己整到啲工業咧，慢慢就要減除個關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嘅工業咧就冇競爭力噶咯。呢個就係好啦。英國係咁嘅，美國係咁，德國1830年推動關稅同盟。嗱，呢個就係 Prussia 推動嘅，就係喺呢一個北部呢個德國北部推動呢個關稅同盟。本來喺一條萊茵河啊，由上流落到下流咧，收咗10幾次關稅，因為嗰啲冚唪唥嗰啲細嘅國家，佢哋整個關稅聯盟咧，就自己喺德國嗰時未統一，就冇關稅，所以德國嘅經濟起飛。1879年保護本國農工，提高關稅。嗱，一樣嘅策略。當時英國係發展國家，呢兩個係發展，英國係發達國家，呢兩個發展國家。拿破崙3世降低關稅，其後重調到25%。呢3個國家都係俾進行保護嚟到保護佢哋嘅工業，尤其是美國嘅關稅咧係最高嘅。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經濟最發達嗰個咧係英國，呢個佢哋兩個咧就追緊上嚟。1929年經濟危機，更加犀利呢個保護主義，因為經濟一衰退咧，1930年我真係想 Donald Trump 睇 Donald Trump 而家嘅政策就係，我諗佢有人同佢講咗呢一個。McKinley 嗰陣時發生過咩事？咁佢咧就抄佢嘅政策，完全抄麥根萊嘅政策。The Smoot-Hawley Tariff Act 係將2萬種農工業產品提高到1倍咁滯，係提到90% 嘅。於是人哋有報復，全球貿易戰爆發。而家就講呢樣嘢。1929至32年，美國歐洲貿易跌咗70%，結果大家唔做生意，再加唔做生意點啊？冇咗專業分工，每個人嘅經濟都冇效率，係兩敗俱傷嘅。然後冇咗相對優勢，
哦，呢個叫 deadweight loss， 呢個係 deadweight loss， 個經濟整體受損，加深咗大蕭條嘅深度，絕對係嘅，亦都動搖咗金本位，冇辦法，於是放棄金本位，開始實行 fiat money 虛擬貨幣。1929年華爾街股災發生，經濟大蕭條席捲全世界，人均所得、稅收、盈利價錢下跌，國際貿易呢個對歐洲貿易跌咗7成，對全世界貿易跌咗5成，美國失業率達到25%。你睇住1930年商品出口跌11%，跌23%，跌14%。結果經濟成長冚唪唥係負嘅，到咗商品貿易增加，嗰個經濟就恢復增長。到咗1934年開始減關稅，由幾十個%開始減落嚟。經濟大蕭條造成嘅影響，第一，學咗凱恩斯策略，新政府用財政政策嚟到刺激個經濟，以關稅政策強化經濟民族主義變咗民粹，於是獨裁者興起，唔止希特拉同墨索里尼。我話俾你聽，日本嘅大正維新，大正明治之後嘅皇帝，本來係進行緊民主改革，變咗嗰啲軍人發動暗殺，就因為嗰個大家貿易壁壘，民族主義變咗軍國主義，就係日本。二戰之後吸取大蕭條教訓，致力於關稅自由化。1947年第一件事就係 GATT， 我自細識得嘅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。大家一齊減關稅，推動最惠國原則，唔好逐個傾啦。我哋只要俾最惠國就一致嘅啲關稅。其實第二個重要嘅咧，喺 GATT 架構後邊舉行好多個談判，最重要。1964至67年呢個叫甘乃第會合，甘乃第主張嘅平均將工業關稅減咗35%。東京會合、巴拉圭會合。到咗巴拉圭會合已經減到得5%啲關稅，發達國家嘅關稅減到5%。呢個烏拉圭會合就開始進入第二個方向啦，就唔係講有形貿易嘅關稅，因為有形貿易嘅關稅已經係唔重要，係講緊非關稅嘅貿易壁壘。第一，講緊服務性行業嘅准入，即係就係無形嘅貿易。大家係消除個障礙。第三就係政府招標同 procurement 係唔可以歧視外國嘅人。開始就講呢啲嘢，呢啲嘢講下終於係冇辦法達到嘅進度就非常之艱難。世界嘅環球一體化就開始慢咗落嚟啦。1995年 WTO 成立呢個時候發達國家嘅關稅已經非常低，之後雖然缺乏新嘅大規模多邊減讓回合，亦都有地區貿易再減落去微調。當時歐盟同日本嘅平均關稅係4至5%，美國3%。後來仲有咩呢？仲有北美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。於是我哋講嘅1994年呢一個係1994年開始，咁結果就係1994年係布殊總統最後嗰時候，結果而家點解 Donald Trump 要加關稅加唔到呢？根本呢三笪地方經過30年，大家係生埋一齊即係啲肉，你夾緊割開佢就好大鑊呢個夾開佢好大鑊。1995年中國加入 WTO 關稅由50%改革初期跌到4.4%，於是大家生意迅速成長。2022年中國帶頭各區域性全面經濟夥伴
生效，涵蓋全球1/3經濟體，逐漸減除90%嘅成員之間嘅進口關稅。嗱，而家咧係翻轉頭啦。嗱，我哋睇下美國商品嘅關稅，呢個就係1998年嗰時2500啊，2500減落嚟彈翻上去，一路降落嚟，降到呢度。2018年開始反彈，而家咧估計升到呢度啊，唔得。我估計咧，如果 Donald Trump 所有關稅行晒咧，個關稅係升翻到呢一度，嘣一下升翻到呢一度。關稅降低同經濟喺好多時候係正相關嘅，因為一體化。嗱，我解釋俾你聽，嗰個經濟體嘅整體規模係大咗，而嗰個整體規模大咗咧，專業分工咧就好咗，相對優勢運用得更加好，係令到全世界嘅經濟都增長。嗱，我哋睇下呢段時期啊，其實啊係由1950至2007年啊，個關稅一路降落嚟，個世界貿易量一年增加8%，平均6%，世界 GDP 增長4%，主要經濟體增長5%，呢度係3%。到咗2008年咧，減緩咗啦，世界貿易只係增加3%，世界經濟增長都放緩，呢個就係好啦。2008年點解咧？有啲國家轉趨保護，加啲零星嘅加徵關稅。好啦，我可以講俾大家聽下。2018年咧就係第二個迅速扭轉，就係 Donald Trump 交嘅關稅，對中國交嘅關稅，同埋亦都有用關稅指向加拿大同埋歐盟嘅。而家世界平均嘅關稅點咧？我哋睇下 Donald Trump 係威脅對等關稅，我哋畫咗出嚟。呢個平均關稅，美國喺呢度啊，美國喺呢度，美國喺下邊，你咪睇唔到呢啲國家咧，全部巴西、印度、南非呢啲咁嘅國家全部大鑊。嗱，我哋睇工業品，印度最大鑊啦，14.1，巴西11.6，墨西哥11.5，越南8.4，印尼呢啲咧，全部國家咧，全部會被針對嘅。呢個就係美國係3.2，即係以上嘅國家，美國全部要報復嘅。咁尤其是咧，佢要計埋 value added tax 同埋 sales tax 落去，同埋你國家有冇補貼，然後咧就將個關稅加翻去對等。哇！農業就大鑊啦，要報復呢啲就大鑊啦。印度38.8，越南17.1，墨西哥23，中國13.9，美國係出口國啊嘛，美國喺呢度5%，呢啲全部要報復嘅，好啦，進入21世紀，佢哋咧再進一步傾咧，經過咗好多回合，其實而家已經好多規定，唔准歧視人哋國家嚟招標啦，嗰啲服務性行業就唔好收咁多關稅啦，減除非關稅嘅壁壘啦，呢啲咁嘅嘢。2018年第一次大幅度反彈，美國對2500億嘅美元嘅中國產品收25% 關稅，咁呢度收咗700億美金，剩餘嘅3250億咧收10%， 300億1000億度。中國對1100億美金加收5至25%，雙方平均關稅率由幾個 percent 彈到20% 以上。美國同時對鋼鐵鋁徵收全球關稅，嗰度係少少嘢啫，唔係好值錢嘅。嗱，我再講一次，我再數一次，美國 Donald Trump 係號稱要加幾多關稅，而家已經加咗嘅，中國20%，世界鋼鋁關稅25%。4月2號，佢話4月1號係愚人節，佢唔會加。4月2號開始，佢話一定加嘅，加拿大、墨西哥25% 關稅，
歐盟25% 關稅，對等關稅咧係會落。聽講係最近咧，日本去嗌美國唔好加佢關稅，被拒絕。日本代表團咧已經翻去日本。最大鑊嘅係印度、越南、印尼呢啲國家啊，一定係面臨可能高過25% 嘅關稅。尤其是佢又有越南，係同馬來西亞係有洗產地嘅嫌疑，嗰個叫對等關稅。然後就係全世界半導體嘅關稅，因為佢好想啲半導體廠搬翻去啦。汽車嘅關稅啦，佢要啲汽車廠搬得翻去啦。藥物嘅關稅啦，因為美國輸入好多藥物啦，其實貴嘅藥物多數由歐洲輸入嘅，我發現係中國輸入好大數量係唔值錢嘅。然後仲有木材嘅關稅，而家由加拿大嘅木材咧就由8% 加到14%，剛啱宣布咗。呢一堆嘢會唔會加齊咧？由外國會唔會報復咧？嗱，我首先講俾你聽，關稅咧係一個囚徒困境，即係大家唔收關稅，對大家嘅經濟就好好。個納許平衡啊，就係大家都唔收關稅。但如果有一條友去收人哋關稅，咁佢咧就會着數晒喎。如果全世界都唔收關稅就，於是人哋咧就冇辦法，一定要報復。大家報復咧就兩個攬住死，係更加差嘅。但係咧就冇辦法唔報復，咁樣就陷入一個陷阱，囚徒困境陷阱，就係大家一齊雙輸。個納許平衡咧就變咗，大家係加人哋關稅咧係最有利嘅。點樣拆解咧？咁樣根據 game theory 嚟講咧，就係經過連環博弈，即係大家都死啦。於是大家講嗱，我揾支槍指住你啊，我把刀吉住你，大家一分分掹出嚟啊，一分分掹出嚟。要拆咧係要有排拆嘅，只要一翹住咗咧，就終於大家都喺度流緊血。我希望我講呢段嘢咧 ，Mega 派聽到係學識少少嘢，好嘛？呢段講到呢度，我終於咧就一次過推出呢兩樣嘢，解決兩大男人之苦，就屙夜尿同埋甩髮。甩髮我就冇份嘅，但呢隻咧係證明甩髮有效嘅嘢啊！韓國大廠 Form Bio 嘅活髮素，呢個係由韓國酵母、啤酒酵母、黑米、黑豆、黑芝麻、海帶、紫蘇、魚腥藻、綠茶碎咀蜜，最緊要嘅有隻嘢阿努卡蘋果，呢個係好有效嘅。每包咧有4000 mg 嘅天然啤酒酵母啊！有各種氨基酸維他命群，係可以激活你嘅頭髮毛囊細胞生長嘅，啊，防止脫髮嘅咧就係阿努卡蘋果生物素，嗱呢個咧就係俾2包嚟，因為佢一條咧係4000 mg 嘅，4000 mg 嘅呢個係啊，咁你一盒咧就14條，咁所以食一個月咧就要2盒。咁然後咧就獵戶素啦，保護獵戶素啦。最緊要嗰樣嘢佢獨有嘅就係鋸葉棕櫚月桂酸，加埋其他嘢係保護你嘅獵戶線。你知獵戶液咧係我哋保護啲精子噶嘛，係咪？同埋咧我哋啲老年男人咧，應該老年男人咧，啲獵戶素永遠肥大嘅，咁啊成日都有夜尿，食咗呢個咧就冇夜尿。成個 combination 一盒。獵戶素食一個月，活髮素2盒，原價676蚊，嗱俾大家食一個月405蚊，啊6折嚟嘅呢個係，你一買咁就解決晒你2大痛苦啦嚇。